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让人脸红心跳的话题：70岁以上的女人到底多久需要男人滋润一次？别害羞，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标题，而是很多人关心却不好意思问出口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想，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亲密生活？其实啊，人上了年纪，心里依然住着年轻时的自己，对爱的渴望和亲密的需求并不会凭空消失。即使70岁高龄，爱情和亲密依然可以是生活中甜蜜而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就算有点难为情，我也邀请您一起听一听这个话题，因为了解这些知识对健康和幸福真的好处多多。其实早些年这类话题往往被视为禁忌，许多人觉得这么大岁数谈这个有伤风化，但时代不同了，现代医学和社会观念都逐渐认可，只要身心允许，老年人的亲密需求完全正常自然，而且说不定这恰恰是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之一呢。想象一下社区公园里那些牵手散步的白发夫妻，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感情依然那么好，你以为他们的亲密只剩下搀扶和聊天了吗？其实不然，很多老年夫妻依然享有属于他们的温存。心理学上指出，亲密关系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年过七旬，情感上的亲密需求依然存在。人在年老时依然渴望被爱、被拥抱和被关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就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人无论几岁都需要情感的滋润。事实上，有些进入古稀之年的夫妻反而迎来了第二春，孩子们都已独立，工作压力也褪去，他们终于有时间重新经营两人世界。比如王阿姨后来鼓起勇气和老伴聊了聊自己的心思，没想到老伴笑着说他也有同感。就这样，两位70多岁的老人重新找到恋爱时的感觉，每天吃完晚饭一起牵手散步，偶尔也会在无人时紧紧相拥，俨然回到了新婚的小甜蜜。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只是老人们自己往往羞于启齿。其实人到哪怕70、80岁，只要有爱的火花在，亲密就依然是生活中闪闪发亮的宝藏。这样的亲密不仅让他们身心愉快，也让几十年的婚姻焕发新的活力。原来老夫老妻也可以一直保持爱情的温度，而不只是凑合着过日子。科学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如果在过去1年里有过亲密生活，不论程度如何，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指数都会更高。也就是说，适度的滋润能让晚年生活更快乐。对于女性来说，很多时候亲密接触带来的情感满足甚至超过行为本身。简单的牵手、抚摸或拥抱就能让大脑释放出催产素等幸福荷尔蒙，让人心情愉悦，缓解孤独。还有调查发现，相比之下，老年男性往往更在意亲密生活的次数，而老年女性更享受其中爱的交流与抚慰。也就是说，很多奶奶们觉得有老伴陪着亲亲抱抱就很满足了，而爷爷们则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多办正事。当然，这只是总体趋势，具体每对夫妻还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无论如何，多沟通多体贴才能让彼此都获得满足。难怪有些70、80岁的奶奶们脸上仍然带着新婚小姑娘般的笑意，那是被爱滋润过的幸福。聊过了心理上的滋润，我们再来看看医学上亲密关系对70岁以上的女性有哪些看得见的好处。首先，适度的亲密生活相当于一场温和的运动。别看动作幅度不大，但心跳加速，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这对心血管健康是有益的。有人打趣说，夫妻生活是老年人的快乐健身操，在愉悦中燃烧了一点热量，又锻炼了心肺功能，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对于70岁左右的女性而言，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泌尿生殖健康。进入更年期后，不少女性会面临雌激素水平降低的情况，这可能导致阴道干涩、弹性变差，甚至出现所谓老年性阴道炎等困扰。但如果能保持一定频率的夫妻生活，在亲密过程中，身体会增加对阴道的血液供应，刺激腺体分泌液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燥，保持弹性。俗话说得好，用进废退，偶尔用一用，比长期弃之不顾要好得多。就像机器需要开动才能润滑，人体的这些生理机能也是需要适度激活的。再者，亲密行为还能促进荷尔蒙分泌，
带来许多健康益处。高潮时身体释放的内啡肽是天然的止痛药，能缓解关节疼痛和腰酸背痛。难怪有的老人家幽默地说，和老伴亲热之后，膝盖都不酸了，睡眠也更香了。另外，亲密时分泌的荷尔蒙还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不少老人都有失眠的烦恼，而在温存后的那个夜晚，往往能睡得格外踏实香甜，这可比安眠药舒服多了。还有研究指出，规律的性生活可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1周1次左右的亲密接触可以使人体提升免疫力，对抗疾病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当然，70多岁的老人不一定要做到每周1次，但道理是类似的。适度的夫妻生活能让身体状态更佳，精气神更足。对于男性伴侣而言，规律的性生活还有助于前列腺健康，而对于女性来说，长期保持亲密也有利于骨盆底肌肉的锻炼，预防尿失禁等问题。不仅如此，更令人惊喜的是，科学家还发现，保持亲密生活可能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有一项研究对70多岁的老人进行了长期观察，结果发现那些依然每周过上1次夫妻生活的老人，在数年后的记忆力和反应测试中表现得更好，仿佛这私密的快乐时光也给大脑注入了活力。虽然这只是统计学上的关联，但它提醒我们，爱与亲密的力量甚至能触及我们的心智与灵魂。谈到这儿，可能你也猜到了，亲密和谐的生活还有助于长寿。国外就有100岁老人笑称，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一直有老伴陪在身边，哪怕年纪大了，也常常亲亲抱抱。可见，保持亲密不但让生活更美好，说不定还能多享几年天伦之乐呢。总之，从头脑到身体，亲密关系带来的益处覆盖全身。难怪医生常说，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幸福也是一部分。说到这里，不妨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一位72岁的李奶奶，刚退休那会儿，经常失眠，情绪低落，整个人没精打采。她的子女带她去看医生，结果这位开明的医生除了常规治疗，居然还问起了李奶奶夫妻生活的情况。李奶奶起初很尴尬，后来才说，原来和老伴已经多年没有亲热过了。医生语重心长地建议他们试着恢复一点亲密往来。刚开始李奶奶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在医生开导下，她终于回家跟老伴沟通了一次。让她惊喜的是，老伴也很乐意配合。慢慢的，他们重新找回了那份亲密。几个月后再去复诊时，李奶奶笑容多了，失眠缓解了，人也变得开朗起来。医生打趣说，这回我的药方可不只是药，还有你老伴的关怀呢。李奶奶听了也羞涩地笑了，可见有时候爱侣之间的温存真是最有效的良药之一啊。说了这么多，咱们来盘点一下亲密生活给70岁以上的女性带来的主要益处。赶走孤独，缓解抑郁情绪，提升生活幸福感，改善睡眠，释放内啡肽等物质，有助于睡得更香甜，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适度运动锻炼心肺，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还有利于前列腺、盆底等健康，维护功能，促进雌激素作用，缓解阴道干涩，预防泌尿生殖问题，快乐心情，重燃爱的激情，增进夫妻感情，提升自信心。怎么样，好处是不是数也数不完？难怪医生们都提倡老年人保持适度的亲密往来呢。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最关心那个关键问题，医生到底建议70岁以上的女性多久滋润一次呢？要不要天天来，还是1个月1次就够？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有趣的传闻。在国际上流传着一个计算亲密频率的有趣公式，用年龄的10位数乘以9。据说按照这个公式，70岁的人就用7乘以9得出63。这个63如何解释呢？原来其中的6代表60天，3代表3次，也就是说每2个月进行3次亲密生活，换算一下，大约等于1个月1到2次。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心一笑？连亲密都有数学公式啦？其实呀，这只是一个玩笑般的参考，并不绝对科学。不过巧的是，他给出的建议频率倒和很多医生的经验不谋而合。国内的老年医学和性健康专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一般来说，60到70岁左右的老年夫妻，每月保持1到2次性生活是比较合适的频率，而70岁以上的夫妻，差不多每3到4周一次就很好。如果到了80岁高龄，可能1到2个月一次就足够。当然了，这些都是平均建议，具体情况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意愿。如果您的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矍铄，觉得2星期一次也没问题，那只要您乐在其中，不过度疲劳，多一点次数也是可以的。相反，如果有一方身体欠佳，或者实在提不起兴致，也千万不要勉强，一切以双方都感觉舒适，事后不觉得过度疲劳为准。其实，关于不同年龄段的亲密频率，自古就有人在研究呢。比如古代医书《素女经》里就写过，20岁的人4天一次，30岁8天一次，40岁16天一次，50岁20天一次，是不是很有趣？古人也知道随着年纪增长需要放慢节奏，当然了，那毕竟是几千年前的说法，如今的人体质和寿命都比古人强多了，那些数字也不能完全照搬。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年纪越大，亲密频率确实要相应减少，注重质量胜过数量。现代医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当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给出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频率建议。也许您会好奇，现实中别的同龄人一般多久亲热一次呢？有调查显示，70岁以上的夫妻平均2周才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2-3周甚至1个月才一次。不过请记住，这只是平均值，可不是硬标准。如果您身体状况好，意愿强，每周一次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实在没那个兴致，偶尔几个月一次也无妨。重要的是双方都舒服开心。过去老一辈还有种观念，认为人老了就该禁欲养生，怕房事过多损伤身体。其实现代医学的看法恰恰相反，有规律的适度亲密反而有助于身心健康。当然，前提是适度和量力而行，这一点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啦。另外，重质量不重量也很关键，与其勉强自己频繁完成任务式的亲热，不如把每一次都过得舒舒服服、认认真真，哪怕次数少一点，只要每次都投入情感，享受到亲密带来的满足感，那就比机械地增多次数更有价值。老年夫妻最宝贵的是那份真挚的陪伴和爱意，有时候一次深情拥抱胜过匆匆的多次打卡。既然频率心里有数了，那70多岁的老夫老妻们该如何让每一次亲密都舒适又甜蜜呢？有些长辈可能还担心，年纪大了，万一亲热时出现心脏不适怎么办？其实，医学上有个简单的评估标准，如果您能轻松爬2层楼梯不觉得吃力，那么进行适度的夫妻生活一般也是安全的。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如果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史，事先咨询医生是明智的。此外，营造一个舒适放松的环境也很重要，房间保持温暖，以免着凉，关好门，拉上窗帘，给自己创造私密的2人空间。若是和子女同住，也不妨选择他们不在家的时段，或者主动提出需要一些独处时间。相信通情达理的孩子们会理解并尊重你们的甜蜜小天地的。还有一个小建议，别让生活陷入一成不变的节奏，偶尔制造点小浪漫，对提升亲密欲望很有帮助哦。比如结婚纪念日来顿烛光晚餐，或者一起回忆年轻时的约会，让心跳重新加速起来。当心情变得浪漫了，自然就更容易进入状态了。首先就是要记住2个字：慢慢。年纪大了，各项机能不像年轻时那么敏锐，彼此投入状态需要更长的时间。男性可能需要更久的刺激才能勃起，女性也可能润滑慢，所以一定要有充足的前戏和耐心。可以从拥抱、抚摸开始，让彼此充分放松，重新唤起熟悉的激情。如果需要，不妨借助一些小工具或润滑剂来帮助身体进入状态。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如今医药这么发达，很多小帮手都能提升舒适度，让亲密更顺利。其次，不必过分追求年轻时的剧烈激情。70多岁的夫妻生活重在温馨和满足，而不在花样和强度。亲密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非要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全垒打。另外，也不要一时兴起去尝试年轻人才玩的高难度姿势，万一闪了老腰，可就得不偿失啦。哈哈，
安全舒适才是第一位的。医生指出，语言的呢喃、爱的抚触、深情的接吻，甚至一些小情趣都可以带来满足感。老年人的亲密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交流和共鸣，不必急着证明什么，追求的是一种我在你身边，你在我心里的感觉。只要双方都沉浸在那种亲密无间的温暖中，就是最大的成功。再次，选择恰当的时机也很重要。很多老年人习惯早睡早起，到了晚上往往困倦乏力，如果硬撑着在深夜办事，效果自然打折扣。聪明的老夫妻会选择精力较充沛的时候亲热，比如清晨醒来时，午后小憩醒来，都是不错的甜蜜时刻。那个时候精神好了，体力充沛，更容易投入并享受过程。而夜晚临睡前如果太疲劳，不妨相拥而眠，把激情留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沟通和体谅。上了年纪，难免有各种健康问题，如果一方有心脏、高血压等疾病，在亲密前要互相知会一声，必要时遵医嘱，选择安全的亲热方式和强度。平时也要注意营养和锻炼，把身子骨照顾好，这样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嘛。另外，如果真的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比如男性勃而不坚，或者女性实在太干涩，不要沮丧，更不必彼此埋怨。其实很多老先生自己也会有心理压力，担心年纪大了力不从心，让老伴失望，所以双方不妨多一些宽慰和鼓励。男人要正视身体机能的自然变化，女人也要给予理解和安慰，用温柔和赞美帮他建立信心。千万别拿对方的困难开玩笑，更别互相埋怨，那样最伤感情。要知道，你们是并肩作战的搭档，一起面对岁月带来的挑战，彼此体贴，才能共度美好晚年。这时候医学可以帮忙，咨询医生，可能会有药物或器具帮助，或者干脆减少一些步骤，用拥抱抚摸来替代部分过程，也是不错的选择。记住，亲密的目的在于双方都开心，形式并不那么绝对，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哪怕仅仅相拥着聊聊天，照样能感受到爱的暖流。顺带一提，有的爷爷奶奶还发明了暗号来表达亲热的邀请呢。比如，张爷爷会笑呵呵地对老伴说，医生嘱咐我们今天要做锻炼啦。张奶奶听懂这话外之音，脸上一红，心里却甜滋滋的。这样的生活情趣，正是晚年爱情的可爱之处。如果您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不妨学学张爷爷，用些俏皮的暗号或玩笑来表达心意。相信相濡以沫多年的另一半，一定能心有灵犀地领会您的意思。一旦打破了羞涩的沉默，往后的沟通就容易多啦。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交流，有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亲密也就水到渠成。有位资深医生曾幽默地说，判断一次运动是否合适，就看第二天早上是精神焕发，还是腰酸背痛下不了床。这话听着乐呵，但道理很实在，适度是关键词。每对老年伴侣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就像慢跑锻炼身体一样，有的人1周3次，有的人2周1次，都可以，只要坚持下来的都收益良多。记住，医生给出的频率建议是基于大多数人的健康考量，但绝不是硬性指标。您完全可以根据感觉微调，感觉状态不错，可以稍微勤快些，要是累了就放慢脚步。聊到这里，您可能已经发现，女人过了70岁，偶尔被滋润一下，真的是好处多多。无论是心理上的满足，还是身体上的益处，都说明亲密生活在老年阶段依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也许有人会觉得难为情，特别是在子女晚辈面前避讳这个话题，但请相信，健康的亲密关系是上了年纪的夫妻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儿女们看到年迈的父母依然恩爱，其实心里也会为你们高兴的。放眼世界，许多国家的老人都积极追求自己的感情生活。在一些西方国家，70、80岁的爷爷奶奶谈恋爱再婚都不稀奇，子女和社会也乐见其成，因为爱情是不分年龄的。咱们中国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如今提倡老年人追求夕阳红的幸福生活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可。毕竟耳鬓厮磨，相互依偎的老两口是岁月赠予家庭的一幅温馨画卷。所以不要再觉得这个年纪了
就该断了这念想。相反，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就勇敢地去拥抱彼此吧。正如一句俏皮的话所说，青春会逝去，爱意不止步。70岁怎么啦？照样可以浪漫，可以有小小的私密快乐。这不仅不会损害健康，反而可能让您更健康、更开朗。想想每天清晨起来，看到镜子里气色红润的自己，那就是被爱滋润后的光彩啊。常言道，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年人的爱情和亲密，就是这晚霞中最温暖的一束光。让我们珍惜这迟暮之年的深情，过好每一个相爱的日子。最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可爱的长辈朋友，亲密生活是夫妻间美好的交流方式，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关键在于相互尊重，量力而行。即使上了年纪，也有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而且，愿意保持亲密生活的老人，往往也更注重锻炼和保养，因为心中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本身就是长寿和健康的秘诀之一。听了这么多医生和专家的建议，希望您能放下心中的顾虑，把握住生活中这些平凡又珍贵的亲密片刻。毕竟，人生70才开始，幸福生活每一天都值得用心经营。说到这儿，您还害羞吗？希望这番分享能帮助您正视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也给您的晚年生活添一份甜蜜的佐料。愿所有步入古稀之年的女士们都能在爱与被爱中收获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就算白发苍苍，依然要记得爱情和亲密从来没有年龄的界限。愿所有迈入古稀之年的女士们都能被深爱着、滋润着，活出最精神焕发的模样。记住，定期来上一场属于你们的快乐健身操，身心都会跟着一起年轻起来。只要心中有爱意涌动，你依然是那个会发光的女孩。